海底捞火锅向来以肉麻服务闻名哦，最近服务生还跳起了抖音神曲《科目3》娱乐客人，有人大赞只有海底捞能够超越海底捞，但也有人非常不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海底捞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中国海底捞应客人的要求，大跳抖音神曲《科目3》爆红。有分店找来了帅气的男服务生，喊出不是男模点不起，而是海底捞更有性价比的口号，鼓励大家来海底捞点服务生跳舞。而且不只有分店呢把热舞列入绩效的标准，中国江苏的服务生还因为舞跳得太好爆红，获得了台币约13000元的奖励。就连台湾的海底捞也跟上这股风潮一起跳。但这个流行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在中国，就有人觉得太吵，跟点这个科目3的顾客起头角，最后演变成了肢体冲突。又有人为服务生抱不平哦，觉得这种服务实在太夸张，甚至还有人爆料，有些服务生被问到想要离职。不过，其实海底捞的服务生会跳舞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在这之前，也流行过韩国女团的 Queen Card 跟越南的叮叮当当舞。而且除了跳舞呢，他们还会为客人擦皮鞋啊、做美甲，甚至还有分店推出洗头服务。海底捞这个被火锅耽误的万能服务业到底是怎么崛起的？而这些肉麻服务真的对营业额有帮助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光纤到府吗？如果你喜欢打电动、追剧，又或是常常 work from home， 对于网络品质有要求的话，欢迎参考大大宽频推出了大大旗舰方案。这个方案会把光纤网络直接从机房送讯号到你家，中间不经过其他的设备，让你想要比 cable 啊或是 ADSL 更快、更稳、更安全的网络。而且现在申办不用跑实体门市，透过大大宽频的数位门市，24小时都可以申办。如果你选择旗舰方案，1个月1000油照，还享有数位电视、WiFi 6的机台免费租用 ，HBO 电影套餐免费观看的大礼包优惠。如果只想要单纯上网，也有每月500元的虎速方案可以选购。有兴趣的话，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到官网看看更多的方案，线上申办吧。要讲海底捞怎么崛起的，我们要先把焦点放在创办人之一的张勇身上。1970年，张勇出生在中国四川的工人家庭中，原本的职业是一名电焊工人。但当时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的浪潮，他看到很多人自行创业之后发大财，也很想要尝试，可惜一开始并不顺利。他先是在报纸上面看到赌博的电动游戏机很赚钱，就努力的借钱凑到5000元人民币，结果在买游戏机的路上钱被骗走了。后来张勇决定改开小吃店卖麻辣烫，但因为他没有从商经验，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比如说他的房东呢说租店面要150元人民币，张勇就乖乖的付钱，但隔壁的卖凉粉的大姐却骂他：“你傻子吗？我们才租60欸。”还有一次他想要帮小吃店买桌子，结果不小心误信了老板的花言巧语，最后付了行情价的5倍才买到桌子。但张勇还是靠着努力让麻辣烫的生意上轨道，并且还清了之前因为被骗而欠下的债务。后来他在路上看到了那位欺骗他买超贵桌子的老板呢，整个人非常的穷困潦倒。他发现即使这位老板这么会计算成本，也真的赚到了超乎一般人的利润，却没有过得比较好。这个经验给他很大的启发，认为做生意时呢，只有真诚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也影响到了他后来创办海底捞的理念。1994年，张勇找来了他的女友以及同学们，4个人凑齐了8000人民币，开张第一家海底捞。他们把海底捞定位成餐厅，要比之前的麻辣烫小吃店更注重独家口味。但张勇却连怎么样炒锅底都不会，只好买一本书边炒边学。而想而知这样子的麻辣锅不但呢味道普通，也没有什么特色。那既然口味不太行为了生存下去，张勇就选择对服务下功夫。他认为服务好一点点，可以让客人忘记餐厅的小缺点，所以他对客人有求必应。如果客人不满意，也会努力的陪笑脸。那即使现在海底捞已经是很大的跨国企业，也持续贯彻这个要让客人感受到海底捞真诚的初衷。从后一开始呢，海底捞就已经在想办法提供客人意想不到的服务。比方说呢，要避免久等的不耐烦，除了会提供零食饮料、冰淇淋吃到饱，还有游戏机可以打发时间，甚至有免费的擦鞋以及做美甲的服务。那客人进到海底捞之后，服务生不只会提供专用的夹链袋让客人保护手机，还有眼镜布让客人擦拭被火锅的这个蒸汽弄脏的眼镜。
此外，帮客人下火锅食材啊、剥虾都是基本的。如果客人想要吃的火锅汤底没有在菜单上，服务生甚至还会帮忙特制。比方说，我前阵子呢就很流行在海底捞吃寿喜烧。如果是一个人吃饭海底捞呢会在你的对面放一个玩偶陪吃。如果是带着小孩的家长，海底捞呢不只提供免费的蒸蛋给小孩，还可以带到儿童游戏区，有专业的陪玩员工照顾。那如果小孩睡着了，服务生甚至会拿出婴儿床，让家长轻松的吃火锅。张勇曾经说，他宁可让客人觉得服务太多、太过肉麻，也不想要打击员工服务客人的热忱。而这种过度的肉麻服务呢，果然成功的为海底捞吸引到了很多的顾客。在海底捞获得很多顾客的青睐之后呢，张勇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发现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在全国都很成功的餐饮品牌，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海底捞就是第一个。针对这个目标，张勇定下了一个具体的政策，就是用真诚的服务确保每一位顾客的满意度。而这个简单的策略呢，不只让海底捞称霸中国，还超越了张勇原本的期望，成为了知名的跨国企业。根据2022年的资料，光是在中国就1349家海底捞，香港、澳门、台湾共有22家。在这些地区呢，海底捞的服务人次就超过了2.76亿人，并拥有超过1.16亿人的注册会员。此外，他们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澳洲、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分店。那虽然2021年因为疫情冲击，海底捞的市值曾经一度减少1.25兆台币，但是据海底捞的说法，疫情趋缓之后已经成功转亏为盈。不过这样子成功是有代价的，海底捞的肉麻服务吸引了大量的客人，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2017年的12月，台湾的海底捞宣布开放自带食材的服务，店员还会帮忙清洗干净，再装盘送上桌。那有个部落客实测呢，自己带食材只花了260元的汤底费，就在海底捞吃了足足4个小时。海底捞观察呢，在300位客人当中，就有超过200位客人自带食材，甚至还拿装啤酒的纸箱运送食材。但没有想到，才短短不到2个月，海底捞就紧急喊卡。海底捞解释说，他们绝对不是怕被吃垮，主要原因是客人带来的食材数量跟种类已经超出了他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掌控。比方说呢，客人的火锅当中会出现肉品包装的吸血纸，责任难以厘清。而另外，根据《远见》杂志报道，最后一根稻草是呢，有位中国人分享看到台湾海底捞的政策，就自带澳洲和牛啊、海胆、鲑鱼到中国分店，除了要求服务生切片装盘，还会要求帮忙包馄饨，甚至调鸡尾酒，总不担心这种情况一发不可收拾，才下令停止。再来呢，最近流行跳科目3也带给了海底捞员工不小的压力，甚至还传出有人因为太常被问能不能够跳舞而想要离职。有人就批评很多人对于海底捞的食物评价大多是味道一般不难吃，显示出他们过度追求肉麻服务，反而影响到了餐饮业最核心的竞争力。那除了肉麻服务的副作用，近年来海底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也都传出过争议。2021年的4月，印度媒体《周日卫报》报道呢，加拿大温哥华的海底捞分店里面有60多个监视器，平均每一桌就有2个镜头在照。店经理回应说，这些监视器呢，主要是用来惩罚没有遵守公司准则的员工，另外还可以追踪特定人士。而且店经理承认，这些影像会传回中国，但他拒绝解释原因，只说这是秘密。而这样消息让台湾的舆论炸锅，台湾海底捞也发出声明说，报道与事实不符，涉嫌损害海底捞商誉，他们已经要求《周日卫报》删除报道，并保留法律追诉权。他们强调，安装监视器是为了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跟安全，并且提升服务品质。他们从来没有用监视器来辨识顾客，而且监视器的档案只会暂时的留存在门店里面，以前没有，未来也不会传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备份，严格的保护顾客的隐私。不过，海底捞的解释并没有完全被大众接受。民视新闻网就宣称，他们收到报道说，有台湾的海底捞员工突然被扣薪，问了主管才知道，因为中国的稽核人员远端监控画面，认为他没有戴好口罩才做出的惩处。那针对这个爆料呢，我们目前没有找到海底捞的回应。而另外，根据我们的查证，目前《周日卫报》的文章也还没有下架。不过，比起监视器呢，中国民众更关心的是海底捞的国籍问题。2019年，张勇被富比士杂志列为新加坡首富，才让很多人发现，原来他早在2018年的9月就入籍新加坡，不当中国人了。这事情让很多的中国人很不满质疑张勇一有钱就改变国籍，是缺乏爱国思想，让四川人感到羞耻，甚至扬言要抵制。但也有人为张勇缓颊，这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他会入籍新加坡呢，可能只是因为新加坡是有钱人的避税天堂而已。有些人对于餐厅的要求很简单，只要食物好吃，尽管老板的脸有点臭，还是很乐意光顾。但也有人去餐厅呢，除了填饱肚子，还想要有一个愉快的体验。
像我们的企划阿廖就分享说，带孩子出门吃饭常常像是一场大战。那如果服务生愿意帮忙逗小孩，确实会影响到他选择餐厅的标准。不过，尽管海底捞的服务很好，监视器却让他很有疑虑。跟一般店家不同的是，海底捞呢几乎是每隔1公尺就有一台监视器，这个密集程度呢让他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也担心自己的谈话内容、孩子的肖像啊或是行踪被不知名的人士掌握。而且监视器对于员工来说，可能也会有道德上面的争议。我们好奇哦，海底捞在应征员工的时候，是否有明确的告知员工这些监视器的用途是什么？谁会看到影像？而影像看完之后又该怎么样处理？那如果违规，那裁罚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真的像报道说的，员工直到被发现才知道中国有人会远端监控，而且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违规影像佐证，那可能就会有资讯不对等的争议了。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排除这中间可能有沟通误会，真正的情况还是要等到海底捞正面回应之后才能够厘清了。好的，那我们在最后呢，想要问大家对于海底捞的肉麻服务有什么看法呢？因为我很喜欢，也觉得服务生非常的贴心。B 我觉得太夸张了，我被这样子服侍我吃不下饭。C 只要海底捞给员工足够的钱，我都没有什么意见。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海底捞。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抖音神曲以及中国反间谍法。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